相信很多朋友都難以選擇最佳答案。3個裝備分別加1技能，加7傷害增強，減7抗性，到底該選哪個？新的擴展包 BOTW 新增了12個暗金裝備，6個暗金珠寶，12個暗金大符。这将是魔法系 Magic Build 最輝煌的一個賽季。今天思壯跟大家一起仔細分析一下這些新增的暗金物品。懶人包1，屬性增強了的腰帶 Gitz Wager 在一些場景超越了之前唯一法師選擇蛛網，使9 FPA 的快速施法提檔更加容易達成，同時也完全摧毀了手工腰帶和 Rare 黄腰帶市場，以後手工法師腰帶将退出市场。2，法師项鏈 Mara 地位沒有被替代，但新加的 Entropy Rocket 滿變且能夠提升 FCR 檔位，超越了傳統的畢業項鏈。3，新加的2個暗金戒指 Opavian and Sling 使戒指位的配裝靈活性翻倍。4， Hell Warden's View 這一新頭盔將是一個新的 Griffin， 使魔法 build 和火系 build 专精，這也將衝擊 Tarasha 套裝的地位，魔法師的畢業配裝可能會發生重大變化。5，新版暗金珠寶和破免 GC 強度遠超原版，新的破免材料將迎來新的重大行情，有可能會衝擊目前 Uber-Key 這一價值王者的地位。6，不要小看新戒指 Sling， 它有可能成為最強戒指。7，手工裝將遭遇寒冬，這將使手工物品全面貶值，從而可能引發材料價格的崩塌。下面思壯將詳細分析對比每一件新加的暗金裝備。這是新加的12個暗金裝備列表 ：Gitz Wager 腰帶 ，Entropy Rocket 項鏈 ，Opavian Sling 戒指 ，Hell Warden's View 新的暗金頭盔 ，Restep 術士專用靴 ，Dreadfang 強力的雙手劍 ，Measured Wrath、Astul Mephisto、Astolbelos、Asel Diabolos 一共12個。下面開始詳細分析拆解列表中的第一個新加的暗金裝備 Gitz Wager， 這是一條法師腰帶，在所有裝備裡，法師專屬腰帶原來只有一條蛛網。此外，可以 craft 手工制作腰帶，或者靠純運氣刷黃腰帶。下表對比這4種腰帶，蛛網有加1技能、20%的快速施法、加少量生命以及5%的 mana。Gitz Wager 加了 FCR， 同時還加了關鍵的魔法傷害增強屬性，減3%到7%的魔法抗性，同時還加5到15的全抗。手工腰帶和黃腰帶都是可遇不可求，要出極品概率極低，幾十萬分之一甚至更高，這裡只做參考。我們看到極品的腰帶可能會出5到10%的 FCR， 黃腰帶出不了。Craft 還可能出其他的一些屬性。對比於蛛網腰帶，新加的 Gitz Wager 沒有加1技能，不加 mana，FCR 基本持平，而在快速打擊恢復、跑步速度上勝出。最重要的，它增加了極強的減對手3%到7%的魔法抗性。所以我們需要對比一下兩者對於魔法傷害的增強。這是減抗傷害計算公式。我們對比一下2個腰帶對於使用魔法傷害的2個 build。首先是錘釘 Hammer 我們假定裝備腰帶前技能達到了28級，當用蛛網的時候會加1的技能等級。我們下面計算一下祝福之錘在加1技能等級後獲得的傷害增長。傷害計算公式是這個。增長計算公式是這個。好，我們代入28級和29級的關鍵數據，可以得到各項的增長倍率。首先，基礎傷害比增長倍率是 1.04667， 專注光環增長倍率是 1.02410， 最終合併計算，兩者相乘，得到由提高1級技能帶來的傷害增強是 7.19%。所以技能提高1級，實際綜合傷害大約提升了 7.19%。接下來對比一下使用Gitz Wager 這個腰帶，假定減抗滿變是減少 7% 對手的魔法抗性，那減抗的傷害公式是這個。
減抗的收益依賴於敵人的初始抗性。我們假設兩個典型場景來對比這一減少7%抗性的實際提升。場景一，面對魔法抗性是0%的怪物，如果怪物抗性為0，減抗將其降至負的7%。那通過剛才這個公式呢，可以得到傷害增強倍率是 1.07， 也就是淨提升了7%。那場景二，如果面对的怪物是50%魔法抗性的怪物，由於減抗是在剩余抗性的基礎上做減法，此時收益會放大。通過這個計算公式，我們可以得到傷害倍率是 1.14， 也就是說，在面對50%的魔法抗性的怪物的時候，佩戴 Gizwager 可以帶來14%的傷害增強。汇总起来，我們可以得出減抗收益百分比汇總表。通過此表，我們可以直觀的看到，在面對不同抗性等級的怪物的时候，減抗從1%到7%帶來的淨傷害提升。剛才我們算到就是這一列。滿變的時候減7%抗性，面對抗性為0的時候，傷害提升是7%；面對抗性為50的時候，帶來的傷害提升是14%。如果面对90%原始抗性的話，可以帶來70%的傷害提升。好，那麼我們這個時候呢，就可以來綜合對比這兩個腰帶了。對於 Blast Hammer， 也就是錘钉的傷害技能，我们可以看到，佩戴蛛網腰帶的時候，可以得到 7.19% 的傷害增加。如果佩戴蛛網同時帶來了 FCR 升檔，那麼它帶來的總傷害提升將會是 19.1%。因為提檔的話呢，傷害倍率會是 1.1111。我們假定是75到125 FCR 的這樣最後一檔啊，最高一檔。那麼如果是佩戴 Gizwager， 我們得到這些屬性，同時魔法傷害增強將達到 7% 到 14%。Gizwager 也有 FCR 屬性，所以如果佩戴 Gizwager 能夠使 FCR 升檔從10 FPA 升到9 FPA 的話呢，最終腰帶将帶來 18.9% 到 26.7% 的傷害增強。由此可以看出 Gizwager 可以說與蛛網旗鼓相當，甚至在面對高魔法抗性怪物時它更強。同时要注意到 Gizwager 還有一個 5% 到15% 的全抗，以及其他的一些生存屬性。所以結論就是，如果 Gizwager FCR 沒有滿變，需要考慮 FCR 檔位。如果檔位有差，優先選檔位高的。在 FCR 檔位相同的時候，減魔抗滿變情況下，兩者傷害增強相當。如果怪有魔抗，首選 Gizwager。那我們再來看看這兩個腰帶對於骨靈的差異，就是骨系的死靈法師。骨系死靈的主攻技能有2個，一個是最主要的是 Bone Spear， 詳細分析拆解一下。骨矛的面板傷害公式如下，代入具體的數值，得到增長倍率是 1.07335。所以最終結論，骨矛從28級升到29級的時候，面板傷害提升約為 7.34%。那這是我們如果佩戴蛛網所帶來的傷害增強。好，我們對比一下 Gizwager 可能獲得的收益。我們前面已經算出了減抗性的傷害提升表，現在可以直接查表。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綜合對比兩者對於骨矛傷害的差異了。好，我們再來看骨系死靈的主攻技能之一。同樣的，我們利用剛才的這個計算方法，我們可以快速的得到骨魂從28級升到29級，面板傷害提升約為 4.03%。那麼佩戴 Gizwager 依然是 7% 到14%。那我們把3種技能綜合起來對比，從這個表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幾個結論。第一，滿變的 Gizwager 會比蛛網傷害增強高，同時它還將帶來全抗等其他屬性，所以滿變的 Gizwager勝出。
2. 非滿遍的 Git 要根據情況選擇，但是两者相差不是太大。第3 FCR 提檔最重要。最後思壮的點評是，以前法師腰帶只有蛛網一個孤兒，現在 Git 滿遍的減 7% 的魔抗直接在傷害上超越了加1技能，同時呢 Git 還帶有 75% 的更多的金幣，這可以說是打錢法師和錘釘的終極福音。上面我們對比腰帶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出，要对比装備的優劣，主要是对加技能減傷害抗性的加傷害比例，以及 FCR 帶來的傷害增強。那麼為了能夠方便準確評價其他的新裝備效果，思壯呢把各個職業的主攻技能傷害與級別的關係計算出來，整理出以下這個表格。基本前提，假定所有協同技能都已經加滿。第2，我們對比的時候以傷害均值為計算基準。第3，計算 Hammer 的傷害的時候，我們是已經加上了专注光環的。在刚才說的前提上，思壯对各個 build 的主攻技能都做了一個計算，得到了一個收益對比百分比表格。電星星從25級增加到26級，傷害增加了 4.82%。從26級增加到27級，電星星傷害增加了 4.60%。以此類推。後面的對比我們就可以查表得出傷害的增強比率。那由於術士的很多數据目前還沒有完全定論，因此思壯呢沒有將 Warlock 的新主攻技能加到這個表裡。我們接下來看下一個新加的暗金裝備 Entropy Locket 新增的項鏈，它的屬性是有 4% 的幾率會釋放19級的 Miasma Chain， 這是術士的一個新技能。5%到10%的魔法技能增強， 5%到10%的 FCR， 25%到40%的電抗，同時還可以增加 10%到15% 的最大藍量，與傳統畢業裝 Mara 相連來對比。Mara 的屬性是這樣的：+2所有技能，全抗加 20% 到 30%， 以及+5所有屬性。Entropy Locket 只增加魔法傷害，因此呢，我們只對3個魔法傷害技能起作用。我們拿一張表來对比一下這2個項鏈的綜合收益。如果佩戴 Mara 技能提升了2級，可以得到 14.46% 的傷害增強。如果是28級升到30級的話呢，我們得到 14.28% 的傷害增強。這兩者基本上一樣啊。佩戴新的暗金项鏈，它得到的傷害值增強是 5% 到10%。另外 Entropy Locket 呢會有一個 FCR 屬性，如果得到了提檔，那麼它的傷害增強將達到 16.7% 到 22.2%。同樣的，對於骨矛和骨魂這2個技能，傷害增強的數據是這個。我們對比起來看一下，基於以上的对比，我們最終的配裝建議，如果你的 FCR 已經足夠，依然選擇 Mara。對於骨魂來講，考慮選用 Entropy。如果 FCR 差 5% 到10%就能提檔，建議選擇 Entropy。接下來我們看2個新戒指 Opaven and Slim。Opaven 的這個戒指呢，首先有 5% 的概率在釋放攻擊時釋放15級的 Flame Wave， 這是術士的一個新技能。同時它有 10% 的快速施法，6到8的全抗，有不錯的法術系的 Life Leech 和 Mana Leech， 就是吸血和吸魔。同時它還有 3% 到5% 的魔法或者是元素或者是毒傷害增強，還有可能会出 20% 到40% 的傷害增強，的物理傷害增強。這個戒指相當不錯。另外一個新加的暗金戒指是 Slim， 加1 to Town Portal， 這個就是可以釋放那個回尘卷軸，固定加 10% 的快速施法，減對手的 3% 到5% 的魔法抗性。好，为了方便大家在配装时做出取舍，我们将传统法系毕业戒指 Soldier 与2款新暗金戒指进行全维度的伤害评估。我们以28级为基準，如果所有的主攻技能在佩戴這3個戒指的時候，它們的不同表現，這裡出現了2個數值，是因為是針對不同的怪物抗性的時候得到的結果。如果怪物抗性是0的時候呢，
那它的傷害增強就是5%。如果怪物抗性是50的時候呢，它的傷害增強就會翻倍，變成10%。基於這個對比表，思壯提出了這個配裝建議。第一，當我們缺 FCR 的時候，我們必選新界。地獄難度的關卡的這個高抗怪的時候呢 ，Slim 將會有優勢。對於骨魂流來講，必選新界。所以最終一句話簡單的總結就是：插檔位無腦換新，不插檔位攻堅選 Slim。除了常規對比之外 ，Slim 這個新戒指有一項隱藏的王者屬性，有可能使其成為最強戒指。是什麼呢？我們看這樣一條屬性，加1 Tom Portal， 看起來平平無奇，對吧？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認為這項屬性價值不大。Tom Portal 我帶本書就行了，這個技能加在戒指上完全沒用。但實際上，這條屬性將有可能使這個戒指成為這樣的屬性。前面是 Slim 本身戒指上帶的屬性，同時它隱藏的屬性會是什麼呢？加22的全抗，加22的全抗哦。當然你也可以說它会变成加10的全抗，同時加了40的 life。可能有人会質疑，怎麼回事？怎麼可能啊？暗黑裡可沒有隱藏屬性一說。思壯來解釋為什麼。對於大多數玩家來說，如果沒有用這個戒指，你會不會在箱子裡帶一本 Portal 書？但是有了這個戒指之後，這本 Portal 書就可以扔了。這意味着將釋放出2個箱子格位，那也就相當於可以多放2個11%的全抗的小附身符。那是不是就相當於這個戒指有了22%的全抗呢？对吧？所以這個戒指將遠比表面看到的要強大。當然了，如果有些玩家在前一版的時候呢，就是有不在箱子裡放 Portal 書的習慣，而是在腰帶上放4個回声卷軸，這樣的話呢，這個項鏈就沒有那麼強了。這個就要看朋友們原來玩遊戲時候的習慣了。我相信大多數人，絕大多数人都習慣在箱子裡放一個 Portal 書。那麼使用這個新戒指的時候呢，你相当于在這個戒指上隱藏的強力屬性。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新頭盔 Hell Warden's View 地獄監獄長之夜，好吧。上一期我們已經分析對比過，其實那這裡再做一個簡單的快速回顧。這是它的對比表，我們对比的是3個頭盔，一個是 Coven， 這是新符文一個是 Griffin， 還有一個呢就是新加的這個地獄監獄長之月 Hell Warden's View。核心差異點 Hell Warden's View 呢將是火系和魔法系的最強頭。接下來的幾個新暗金裝備呢就是新職業術士的專用裝備了 Wrath Step 傳奇之劍 Dreadfang。下面這是4本書。思壯在這裡要強調一點 Dreadfang 有 33% 觸發 Amplify 這個技能，這個屬性將會使這把武器的傷害直接翻倍，甚至3倍、4倍，取決於怪物的物理抗性。怪物物理抗性越高，這把武器就越強，所以它将是術士 Eldritch Build 的一把強力武器，就是 Echo Build 或者是那個 Mirror Blade。下面我們再拆解一下6個新的暗金珠，這是新暗金珠寶屬性的一個匯總表。Guardian's Thunder 加 5% 到 10% 的電傷害，減 5% 到 10% 的電抗，同時有附加傷害，有被動觸發技能這個還不錯， 1% 幾率觸發25級的颶風裝甲，也就是德魯伊的一個技能，這個技能不錯。同時它還有附加屬性 3% 到 5% 的經驗增加，一共是6個暗金珠，每一個暗金珠對應一個傷害系，電傷、物理傷、冰傷、毒傷、魔傷、火傷，屬性值基本上是一樣的。这些珠宝是之前的 Facet 珠的升级版，之前的 Facet 暗金珠只有 3% 到 5% 的傷害增強和 3% 到 5% 的減抗，
裝備的這種大幅增強，很多時候對整個遊戲來講，並不一定就是好事儿。這種增強影響如何，我們拭目以待。最後，我們看一下新加的这個破免 GC 破免的大護身符。這呢是護身符的可能的屬性。破免護身符與剛才我們分析到的暗金珠寶思路是一樣的，基本上在原來的破免大符的基礎上做了極大的增強。我们可以看这个 Renewed Flame Rift， 它首先增加了 5% 到 15% 的火系傷害，減了 5% 到 10% 的火系抗性，還有 14% 到 25% 的魔法 MF 值，或者這個2選1哈，或者是這個，或者是這個 20% 到 55% 的金幣。另外呢，它加大量的生命或者是藍，加 5% 到 10% 的快速奔跑，或者是快速打擊恢復，或者是加3到8的全屬性點。最後還有一項呢是魔法傷害減免或者是物理傷害減免。新的破免 GC 機制做了調整，首先它新增加了6個叫 Latent GC， 統一都是減 90% 的角色抗性。通過新增的 Thunder GC 公式，可以將這個 Latent GC 升級為新的破免 GC， 也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Renewed Grand Charm。從 Latent GC 升級到 Renewed GC 呢，就要通過這樣的一個公式來合成。一個 Latent GC， 一個完美寶石，一個符文，一個金石。新的破免 GC 比原有的破免 GC 有了很大的增強，大家可以到各個暗黑網站上去查詳細內容。需要強調的呢是，這次新加了魔法破免，以前是沒有魔法破免。新的擴展包大大增強了魔法系的 build。新的這個公式將激活之前無人問津的一些中低符文，像 IO 啊這些符文，它們的價值將會大大上升。最後我們來做一個小結，魔法系將全面起飛。魔法破免的 GC 配合新的暗金裝備以及其他的一些裝備，輸出將比原來提升 20% 到 50% 甚至更高。所以我相信古系死靈在下一個賽季當中將會非常強。Hammerdin 也是錘釘也將全面增強。第二，手工裝將遭遇寒冬，手工物品可能全面貶值，由此可能引發材料價格的崩塌。我們現在15到16個8號分我們就能換一個 IST， 很可能在新賽季換不到了，因為做手工物品的人將大幅減少。我們拭目以待啊，這是思壯的猜測或者預測。第三一點，火法師的畢業配裝可能會有重大變化。第四，新的破免 GC 將和火炬一樣成為新的最終追求目標。對於普通玩家來說，也就意味着多了一條高效率打造基礎符文裝的大道。好，這一期就到這兒。下一期思壯將為大家深度剖析新加的套裝，還有其他的一些新裝備。訂閱思壯，不錯過下一期視頻，再見。